夫君的白月光给家中小妾灌下红花汤后，丢下一纸休书，便住进了我府中。他轻蔑地嘲笑我：“你夫君的存在就是为了爱我，你争不过我的。”我从未想过与你争他的宠爱，我所争的是家族荣耀，是权柄在手，是我一双儿女的前程。可惜你从来不会懂，太子为了一个婢女不要我，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，像是被夺舍了，连我也这般觉得。他跪在宫门外，雨水打湿了衣衫，脸色苍白，仰头望着我，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水珠。崔家小姐，我是真心喜爱阿软，你成全我们可好？不好，我成全他，谁来成全我的名声、我的体面、我的家族？我轻轻拂开他的手，后退一步。这些年我替他挡下的讥讽咒语，此刻尽数落在了他惨白的面颊上。李允昭，皇嗣身体残缺，便做不了太子。若你不是太子，没人会逼你娶崔剑歌，也没人在意你未来的太子妃是谁。你若真的爱他，便断一指，舍了王储之路，做个闲散王爷，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岂不美哉？江山美人，你凭什么都想要？凭什么你求我，我就要放弃本该属于我的太子妃之位？我崔燕歌要嫁的人是太子，从不是你李允昭。你大可以不做太子，让你的兄弟来做，我们两相安好。可你偏偏舍不得江山，还想要美人。李允昭，你做梦！回府路上，那个叫苏清渊的婢女拦在我的马前。你放心，我很快就要和我未来夫君离开这里了。至于李允昭，给你便是，只是人给了你，心能不能拿到，就看你自己了。不过你应该拿不到，毕竟李允昭整个人存在的意义，就是为了爱我。他不向我行礼，不懂尊卑，不识礼节，言语间满是冒犯。我心中惊怒，更觉失望，失望于他，更失望于李允昭。这般轻浮张狂的女子，不配做我的对手，更不配赢得我的尊重。苏清源的未来夫君是谢领川将军，谢家父母族人极力反对，陛下却很快下了赐婚圣旨，唯恐夜长梦多。赐婚后，谢领川便接到了镇守青州的调令。那段日子，李允昭浑浑噩噩，无论他愿不愿意，我终究如愿嫁给了他，稳稳坐上了太子妃之位。大婚当晚，李允昭醉酒，一脚踢开我的房门，双目猩红地掐住我的脖子。是你逼走了他！我几乎不费力气便敲折了他的手腕。他匍匐在床边，眼眶通红，满脸难以置信。我起身卸下满身钗环。殿下，逼走他的从来不是我，是你。是你不愿放弃江山，他才会离开。是你摇摆不定，模棱两可，畏手畏脚，如今却要将责任推到我身上。这般行径算不上君子。他捂着手腕，额头冷汗涔涔，怒目瞪着我。答应过阿元要为他守身如玉，我不会碰你的。我笑了笑，用脚轻轻踩在上面。你对阿软姑娘的爱并不坚定呢。他气得眼眶通红，拳头紧握，带着哭腔吼道：崔静哥，崔静哥，你闭嘴！第二日，我在隔间梳妆，听见他用沙哑的声音问我的贴身嬷嬷：做太子妃还要学武吗？自然是要学的。秋收春猎，太子妃是有资格出席各类大典的。殿下娶了太子妃，日后自要一同参加。行吧。我与李允昭成婚第9年，甚至连一层泛起微颤都没有。苏清远突然跑回了京城，彼时我已与他育有一子一女。太子府干净，并无姬妾。苏清渊是夜半叩响太子府正门的。管家前来通报时，李允昭正埋在我脖颈间熟睡。谁？是苏姑娘。李允昭瞬间清醒，来不及穿鞋，只匆匆披了件披风，便急急忙忙跑了出去。姑娘，你别伤心。我自是不伤心的。早在2个月前，我便收到了兄长的信。
知晓苏清源要回京的消息。她嫁给谢灵川后不久，便嚷着要游历天下。谢灵川奉命镇守青州，身负皇命，岂敢轻易离开？苏清雨闹了几次，谢灵川都未曾应允。他一怒之下不告而别，独自一人游历四方。游历途中，他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，男女老少皆以兄弟相称，不顾男女大防。有时为节省银钱，甚至与众人同居一室。谢灵川得知后怒不可遏，派人将他寻回。他却不知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与军中士兵称兄道弟，勾肩搭背。成婚第6年，谢灵川忍无可忍，纳了小妾，任凭苏清雨如何哭闹，谢灵川都不肯退让。而此次苏清渊回京，是因为他趁谢灵川带兵出征，灌醉了谢灵川怀有身孕的小妾，灌下红花汤后，助使一尸两命。他害怕谢灵川追责，这才回京投奔李允昭，寻求庇佑。他一路平安抵达，皆是我暗中打点安排，总算把人盼来了。姑娘说什么胡话？他来了，殿下又要犯糊涂了。这几年你与殿下夫妻和睦，何等难得！这个月，皇后已经3次提及，要让她的侄女做侧妃了。这些年往太子府塞人的络绎不绝，李允昭一概不收。陛下与皇后早已对我心生不满，外头更是传我善妒。他不是为我守身如玉，是为了苏清泉。与其让皇后塞一个家世显赫、根基深厚的贵女做侧妃，与我斗得两败俱伤，倒不如让苏清源回来，让他们2人互相争斗，我也好坐收渔翁之利。何况这些年，李允昭心中一直惦记着她。她虽未纳妾，可带回府中的婢女，哪个没有几分与苏清渊相似的影子？与其让这根刺扎在我心头，日夜难安，整日担惊受怕他日后回来生下李允昭的孩子，夺走我儿女未来的储君之位，倒不如让苏青云现在就回来，留在我眼皮底下。我倒要看看，当年心心念念的月光，日日相伴，他还会不会珍惜？任何人都休想威胁我孩子的前程。谢灵川负我，殿下，你要为我做主。这谢灵川实在太过分。谢夫人，本宫已命人收拾好了文芳阁，稍后会有丫鬟带你过去。现下夜深，明日再回将军府吧。谢灵川镇守青州，他的父母仍在京中将军府居住。我已不是什么谢夫人，我与谢灵川已经和离了。殿下，我如今无家可归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在太子府住下吧。殿下，燕哥，燕哥，你为何不理我？我只是把她当妹妹，你为何要让她住进文芳阁？李允昭，你可以娶她做侧妃。燕哥，你疯了不成？向来娇贵难伺候，李允昭，先穿上鞋吧。第2日一早，宫中便来人传旨，皇后宣我觐见。自我父亲去年去世后，皇后待我便日渐冷淡。往日她只是旁敲侧击，想让自己的侄女做太子侧妃，见我始终不应，便不再给我好脸色。每次宣我进宫，不是罚我跪着抄写佛经，便是让我为她捶腿按摩。往日李允昭总会陪我入宫，
替我挡下皇后的搓磨。可今日，他只是冷漠地站在一旁，一言不发。我不以为意，平静地跟着宫女入宫。你可想清楚了？周姑娘端庄聪慧，是做太子侧妃的不二人选。太子身边虽无太多人，却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东宫的。你身为太子妃，打杀一两个婢女，本就是你的权利。皇后这是想借我的手除掉苏清渊，好为她的侄女周令瑶扫清障碍。做梦！母后是不是又罚你了？没有。崔烨哥，是你今早不理我，我本是要陪你入宫的。殿下可算来了，皇后娘娘已经让人去接令瑶小姐了。你们许久未见，定然想念得紧。表妹？什么表妹？我何时想念什么表妹？嬷嬷，休要胡言！殿下这是在太子妃面前不好意思了。您和令瑶小姐自小情投意合，旁人可比不了。真是墙倒众人推，连皇后身边的嬷嬷都敢对我如此无礼。我敬你是母后身边的老人，给你几分颜面，你休要得寸进尺。殿下这是怕什么？让令瑶小姐做侧妃，可是太子妃亲口应允的。您如今大可放心亲近令瑶小姐啦。我打死你这搬弄是非的老陈婆！你真的要为我纳妾？你放心，我知晓你心中记挂苏清软，你今晚便宿在文芳阁。待你们有了夫妻之实，我便奏请陛下，让她也做侧妃。崔烨哥！你做什么，李允昭？你是太子，你是未来的储君，行事当喜怒不形于色。如今这般沉不住气，成何体统？李允昭一怒之下便去了军营视察，一连几日都未回府，府中只剩下我与苏清渊二人。被李允昭打了的嬷嬷不敢迁怒于他，反倒跑到皇后面前添油加醋地污蔑我。皇后震怒，派人送来一堆教导女子恪守妇德、大度贤良的书籍，命我抄录100遍，方可出府。我被禁足期间，周令瑶得了皇后手艺，带着亲手做的糕点，前往军营探望李允昭。这2个人没一个是省油的灯，那边那位是高门贵女，尚未出阁，打扮的那般花枝招展，往军营里凑，实在不成体统。府里这位也不安分，整日旁敲侧击，打听殿下的行踪，没个安分。姑娘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？我着急也没用啊。没用也要想办法，牢牢抓住殿下的心，总好过坐以待毙，看着旁人抢走殿下的宠爱。男人的心飘渺不定，从来不是能抓住的。可殿下如今心中只有你，你何必把他往外推？是吗？未必吧。话音刚落，外面便传来一阵喧闹，紧接着有人喊道：“苏姑娘落水啦！”好戏，开场了。李允昭回府时，我正命人给落水的苏清渊煎药。深秋时节，池水寒凉，苏清渊这一落水，寒气入体，
没有半个月，根本无法痊愈。李允昭本是压着怒气回来，想质问我几句，可看到苏清轩脸色惨白，虚弱地躺在被褥里，瞬间怒火中烧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失望与愤怒。你就这般容不下他？我才离开几日，你便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。当年是你逼他离开京城，他才会所嫁非人。如今他走投无路来投奔我，我早已说过，我只是把她当妹妹，你为何就是不信？你假意大度，要让她做侧妃，实则是想置她于死地。崔宪哥，你真是蛇蝎心肠，心口不一。面对他满眼的失望，我未发一言，只是安静地坐在苏清渊床边，心疼地握住他的手，轻轻贴在自己脸颊上。奶娘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而我心中早有预料，他心中始终对当年苏清源离京之事耿耿于怀，今日不将此事归咎于我，他心中永远难安。我不欲多言，起身转身离去。奶娘连忙拉住我：殿下，您可以问问伺候苏姑娘的婢女。当晚，苏清渊才悠悠转醒，他虚弱地睁开眼，看到李允昭。殿下，是你吗？是我。苏清渊立刻扑进他怀里，呜呜哭了起来。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殿下了。殿下，我后悔了，当年我不该离开。可我若是留下，陛下一定会惩罚你的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太医说你身子虚弱，需好好休养，不可大悲大雪。你怎会好端端落水？岸边青苔湿滑，我不慎失足落下的。李允昭嘱咐他好好休养，又亲自审问了当时伺候苏清源的婢女。婢女们皆说是苏清源自己执意要去河边散步，无人陪同，也无人引诱。而那段时间，我确实一直在书房抄写书籍，从未离开。可这个答案，李允昭显然并不满意。李允昭，你想证明什么？在你心中，我便是这般恶毒之人，对吗？你既然认定我是这样的人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，审问旁人？你心中早已认定的答案，旁人说再多，你也不会信。燕哥，我一时情急，并非有意。我无妨，你还是去好好照料苏姑娘吧。姑娘，你还有心思笑？你何必生气？她从来都是这般人，又不是今日才如此。可前几日，她明明一副只在乎姑娘的模样，就连姑娘答应皇后为她纳侧妃，她都生气不已。我与她夫妻9载，虽前几年她心中记挂苏清氏，又忌惮我父亲的权势，未曾纳妾，也因此得了不少美名。哼，人人都赞她对我忠贞不二，情深意重。她得了好名声，我却落了个妒妇的名头。如今她要纳妾，无论是周令瑶还是苏清渊，她都不能主动开口，必须装出被逼无奈的模样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保全她的名声。哼，你们都不了解她，我与她一同长大，一同读书，最是了解她不过。奶娘听得目瞪口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靠在榻上，思绪飘远，想起了年少时的自己。我是定国公嫡长女，出生第2天，宫中便下了圣旨，为我与太子李允昭定下婚约。我并非按照李允昭的喜好培养，一言一行，一颦一笑，一举一动，皆是按照未来国母的标准严苛教导。你未来的夫婿从来不是李允昭，而是太子，是那个储君之位，而非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。我牢记父亲教诲，凡事以家族为重，以利益为先。我曾以为李允昭与我一样，皆是如此。年少时，我学习太子妃礼仪，他在屏风另一侧学习储君之道。一扇红木镶嵌4君主的屏风，隔开了我们，也让我们走上了各自该走的道路。我们是朋友，是伙伴，是盟友，或许未来也会成为相守一生的爱人。直到他为了苏清南，不惜违背皇命，执意要退婚。那时的我何等骄傲，生来便是太子妃，家世显赫，风光无限，顺风顺水多年。我从未想过，身为京中最尊贵的贵女，竟要顶着未嫁女的名头，亲手肃清未来夫君的后院。我承认，
我对苏清渊充满好奇，我想知道究竟是何等女子，能让一向端方沉稳、身负储君重任的李允昭不顾一切，抛却所有责任与未来，执意要娶她为太子妃。平心而论，我做不到。哪怕是世间最好的男子，也绝不可能让我抛却家族荣耀，放下如今的尊荣。可当我见到苏清渊时，心中只剩失望，连带着对李允昭也失望透底。我一直视为对手盟友的人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收到我的信后，兄长第2日便亲自驾车来太子府接我，恰逢太后身边的嬷嬷前来，催促我尽快抄完百遍书籍。我自然是一个字都没动。那些日子，我在书房抄的从来不是什么妇德书籍，而是《孙子兵法》。我妹妹究竟犯了什么错，要被罚抄百遍书籍？嫁到太子府这些年，她尽心竭力照料太子，就连我父亲在战场上受伤都不敢告诉她，怕她分心。她为太子付出强多，你们李家母子难道都看不见吗？身为太子妃，做这些本就是分内之事，崔将军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随我去御书房，我倒要问问陛下，我崔家女儿究竟做错了什么？我崔家又何曾亏欠过你们李家？今日便请陛下下旨，让我妹妹与太子和离，我崔家接她回家。嬷嬷吓得脸色发白，连忙陪笑求饶。崔将军息怒，息怒！老奴也是奉命行事，并非有意为难太子妃。兄长冷哼一声，甩开他的手，冷声道：“回去告诉你家主子，我父亲病重，需女儿回府尽孝。”说罢，便带着我离开了太子府。我的一双儿女得知我回定国公府后，每日上完课便回府陪伴我。整个太子府只剩下李允昭和苏清渊2人。我不急，如今该着急的是皇后和周令偶。周令瑶在军营送了几天糕点，始终没能换来名分。看着李允昭和出身卑微、嫁过人的苏清渊情意绵密，怎能不心急？李允昭曾数次来定国公府，想接我回府，见我父亲病重，也只能悻悻离去。他一走，父亲便立刻精神抖擞，抱着外孙女儿骑大马，生龙活虎，哪里有半分病重的模样？我回府第2日，苏清渊便爬上了我往日的床榻。李允昭故作迷糊，轻声唤道：“燕哥，是你吗？”“是我，殿下。”两人相拥而眠，沉溺温柔乡中，不知今夕何夕。李允昭驻守军营的那几日，苏青云日日在府中挑衅我，言语间满是鄙夷与轻蔑。你夫君的存在就是为了爱我，你争不过我的。我柔顺地为他斟茶，淡淡道：“我从未想过与你争他的宠爱，我所争的是家族荣耀，是权柄在手，是我一双儿女的前程。可惜你从来不会懂。”他得意地告诉我，这个世界是造物主为他创造的，她是书中的女主角，谢令川是男主角，而李允昭是永远深爱他的男2号。那我呢？你是书中那个被五马分尸的恶毒女配，下场凄惨，不得好死。我心中暗笑，若他所言属实，谢灵川是男主角，又怎会纳妾？又怎会不遗余力地追杀他？他怕是从未想过，若不是我暗中庇护，他早已死在谢灵川的剑下。真是毫无自知之明。另一边，周令瑶也不甘示弱，亲自前往太子府探望李允昭。你这般不守妇道、身份卑微的低贱之人，也敢与我争抢太子侧妃之位？你身份高贵又如何？给李允昭送了几日糕点，他正眼都不瞧你一下。说着，他故意露出薄亲子间的暧昧痕迹，彻底激怒了周令瑶，两人瞬间倒地，纠缠在一起。两人当场厮打起来，犹如市井泼妇，狼狈不堪。李允昭回府时看到的便是鸡飞狗跳的场面。苏青云披头散发，哭着扑进他怀中，要他做主。周令瑶衣衫破损，
哭哭啼啼恳求他主持公道。不等李允昭开口，皇后便亲自赶到，为周令瑶撑腰，册封周令瑶为太子侧妃，又命人将苏清渊拖下去，重责20板子。我得知此事后，只觉可笑。原来所谓的天命女主角，也不过如此。李允昭无奈之下，只能再次来到定国公府找我。他不想得罪手握重权的周家，失去这股助力，便想让我出面替他收拾残局，做他的挡箭牌。最终，我还是随他回了太子府，为苏清渊求来了太子良娣的位位，代价是皇后震怒，当场拿起桌上的茶杯，狠狠朝我砸来，险些砸伤我的额头。燕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自然，都是他的错。水性杨花，摇摆不定，本就是他的本性。殿下不必自责，这是我该做的。我与你是夫妻，是一条船上的盟友。我永远都会以你的利益为重，永远不会背叛你，因为背叛你，便是背叛我自己，背叛我的家族。他愣在原地，久久不语。我坐上回定国公府的马车，任凭他的目光一路追随着我。温柔乡是英雄种，是男人毕生所求的享受。可当2个温柔乡挤在一起，便不再是享受，而是无尽的麻烦。那段日子，李允昭倒是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。苏清渊百般讨好，周令苗更是极尽温柔，两人争相献媚。我的家多生气啊！可这般日子没过几日，他便日日被2人纠缠，处理不完的纷争。今日苏清远中毒，一口咬定是周令瑶下的毒手。明日周令瑶落水，哭着说是苏清渊推的，2人互相算计，互相陷害，闹得太子府鸡犬不宁。这般日子持续了半个月，李允昭再也无法忍受，狼狈地跑到定国公府找我。他来的时候，兄长正在院中教我儿子练剑，女儿跟着嫂嫂学写字。我坐在廊下，专心致志地为他绣过冬的貂皮大氅。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温馨和睦。李允昭站在原地，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，眼神复杂。你来的正好，这是兄长新猎的上等貂皮，我给你做了件大氅，快来试试合不合身。哼，就一件貂皮，还巴巴给他做，就你心疼他，他心里何曾有过你？李允昭脸色一白，带着几分羞愧，小声反驳：不是的，燕哥是我的发妻，我待他亦是真心。我瞪了兄长一眼，他才不再多言。我自然相信李允昭此刻说的是真心话。我们夫妻9载，朝夕相伴，除了成婚初期的些许摩擦，往后的日子早已默契十足，恩爱和睦，仿佛一对璧人。我们的关系真正破冰，是在成婚第2年的春猎。我身为太子妃，需陪同他一同参加。彼时六皇子野心勃勃，一直觊觎太子之位，明里暗里处处给李允昭使绊子。六皇子母家是武将，自幼在军营长大，骑射武艺皆远超李允昭。几场比试下来，李允昭皆惨败，颜面尽失。他又气又恼，策马狂奔，冲进山林深处，没了踪影。彼时天色渐暗，山间寒凉，帐篷里奶娘和丫鬟正烤着白日猎杀的猎物，香气四溢。我本不想离开温暖的帐篷，可终究还是放下美食，进山去找那个不省心的李允昭。他不慎掉进了猎人捕猎的陷阱，小骨被兽夹夹伤，动弹不得。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将他从陷阱里救出来，心中把他骂了千百遍，面上却还要柔声安抚：别怕，我带你出去。好不容易走出山林，却又遭遇自杀，真是倒霉透顶。那一刻，我似乎要把毕生的脏话都骂了个遍。危急关头，我毫不犹豫替他挡下了致命一剑。
李允昭当时哭得像个孩子，模样好看得很。我心中暗笑，她这般娇弱，若是女子，定是倾国倾城的美人；若是我是太子，定要让她做我的通房丫鬟。那次之后，李允昭对我感激涕零，满心感动，寸步不离地守在我床边，细心照料，对我言听计从，再也不与我针锋相对，冷言冷语。我从未想过，他竟如此容易被打动。其实他不必感激我，我救他，不过是因为我们是同一阵营的人。他是我的夫君，是我和家族的靠山，我们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他是太子，我便是太子妃；他是皇帝，我便是皇后。他若失势被贬为庶人，我便也会沦为布衣；他若身死，我和我的家族也将万劫不复。于我而言，他安好便是最好的结果。此后9年，我与他并肩作战，相互扶持，携手度过无数难关，最终将野心勃勃的6皇子逼至封地，彻底坐稳了太子之位。我从不担心自己的太子妃之位。李允昭虽心中装着苏清渊，对我并非全然深情，可他心软，感念我多年付出，对我敬重有加，对崔家也多有照拂，从未吝啬回馈我的家族。可我必须为我的儿女铺路。他日李允昭登基，后宫佳丽无数，我父亲年事已高，日后无人护佑我儿的太子之位。周家势力庞大，周令尧风华正茂，正当盛年，日后必是我儿女最大的威胁。而苏清渊占据着李允昭心中最重要的位置，他无数次在梦中呼唤他的名字，我彻夜难眠。这2人无论谁诞下皇子，都会对我儿女的储君之位造成致命威胁。我绝不会这2个隐患伴随我儿女入宫，我必须在太子府便将他们彻底清除。李允昭为图清静，渐渐常往定国公府跑，对苏清渊的哭闹寻死灭死皆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。苏清渊气急败坏，竟一把火烧了太子府。大火虽被及时扑灭，可李允昭书房中珍藏多年，耗费3年心血寻来，准备献给父皇贺寿的珍贵丹药，尽数化为灰烬。李允昭气得险些吐血。苏清渊毫无悔意，哭着质问：我在你心中竟不如这些死物吗？你为何躲着我，不肯见我？你闭嘴！李允昭怒喝一声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苏清渊愣了一瞬，随即又哭了起来。李允昭，你不爱我了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他哭得伤心欲绝，眼神却偷偷瞟着李允昭，期盼他像从前一样哄他。可李允昭只是冷漠地转身离去，无动于衷。苏清渊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难看。李允昭一身狼狈地来到定国公府，衣衫上沾着烧焦的痕迹，狼狈不堪。我为他换上干净衣衫，又为他倒了杯热茶，温声道：不必忧心，我父亲将他随身佩戴多年的宝剑赠予我，你可在定国公府之所，你可将此剑献给陛下贺寿。比起丹药，陛下定然更看重此剑。此剑代表着崔家对皇室的忠诚，也代表着崔家彻底交出兵权，臣服于陛下。李允昭握着茶杯的手指节泛白，久久不语，声音艰涩：燕哥，谢谢你，你总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帮我，可我却什么都给不了你。你我是夫妻，本就该相互扶持，不必言谢。他喃喃自语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他就在我身边，我却不再想要了。我只当未曾听见。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只是没想到来得这般早。年少时遇见天真烂漫，不被世俗规矩束缚苏清渊，他如一滴清澈的甘露，坠入东宫这座沉闷压抑、被权力与规矩禁锢的牢笼。年少的李允昭为之动心，再正常不过。可如今他已年过而立，见惯了各色美人，州郡官员进献的美人数不胜数，人生阅历早已不再局限于京城一隅。他流连风月，曾抚过花楼女子的香肩，也曾与京城第一才女斗诗，梁元月、东京酒、洛阳花、张唐柳，旁人眼中羡慕不已的繁华，于他而言不过是消遣。他心中始终惦记着年少时的那片月光，纯洁无瑕，透亮美好。他日复一日的美化记忆，将过往遇见的所有女子身上的美好尽数加在记忆中的苏清薰身上。他爱得越深，执念越重，记忆中的月光便越是完美。可当记忆中完美无瑕的人真实的出现在他面前，褪去所有滤镜，露出原本的面目时，一切
我变了，就爱面目全非，与他记忆中的模样判若两人。曾经美好的回忆彻底崩塌，再也无法重塑。他心中只剩下无尽的失望与茫然，而这一切皆有我的功劳。苏清云孤身入京后，为防止我安插眼线，特意让牙婆带人来，由他亲自挑选伺候的丫鬟。他却不知，就连那牙婆也是我的人。如今他身边的丫鬟皆是精挑细选、机敏过人之人，个个能说会道，哄得苏清妍心花怒放，实则日日在他耳边挑拨他与周令瑶的关系，煽风点火，怂恿他去找李允昭哭闹。皇后亲自照料周令瑶，整个周家都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她腹中尚未成型的胎儿身上。因怀孕未满3月，尚未对外宣扬。嘘，皇后对外只称自己身体不适，让周令瑶入宫陪伴。元宵佳节，按照惯例，太子需携太子妃入宫参加家宴。苏清渊软磨硬泡，也想一同入宫，被李允昭严厉呵斥。如此重要的皇家家宴，你身份低微，跟着去是想让太子妃颜面扫地吗？你太过不知规矩，罚你抄书100遍。我心中暗笑，老李家的人果然都爱罚人抄书。我与李允昭抵达宫中时，周令瑶竟堂而皇之坐在了本该属于我的太子妃之位上。他看向我，带着几分歉疚，眼神却满是挑衅。妾身怀有身孕，行动不便，太子妃向来大度，想来是不会介意的吧？我神色平静，毫不在意。他却低估了李允昭，他虽风流，却最看重规矩礼仪，尊卑有别。你真当自己怀的是龙胎金种？东宫之中，并非只有你一人怀过孕。这太子妃之位是你能做的吗？今日家宴，朝中3品以上官员皆会出席，你安分守己，休要自取其辱。周令瑶脸色煞白，委屈的起身，不敢再多言，却狠狠瞪了我一眼。哼，瞪我又有何用？宴席过半，李允昭突然脸色发白，猛地倒在地上，人事不省。我眼中金光一闪，随即收敛。酒里有毒！快传太医！宫中顿时一片混乱。我抱着昏迷的李允昭，痛哭不止。太医诊治后，摇着头说李允昭中毒颇深，时日无多，太子府瞬间陷入死寂，不复往日繁华。周家请来相师，为周令瑶腹中童子胎资占卜性别。相师卜算后，不仅说是男胎，还断言此子日后必能登基为帝，问定天下。皇后欣喜若狂，对周令瑶更是呵护备至。她若知晓这位相师的祖母姓崔，不知还能否笑得出来。皇后虽为李允昭的性命担忧，可在她眼中，李允昭已是无用的棋子，唯有周令瑶腹中的孩子才是她未来的依仗。因此，自李允昭中毒后，他便再也未曾踏足太子府半步，一心一意守着周令瑶。我怎会让他如愿？太医为苏清渊诊脉后，告知他此生再无生育可能。苏清渊的丫鬟在他房中搜出了掺有大量麝香的枕头，顺藤摸瓜追查下去，所有证据皆指向周令瑶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周令瑶一直记恨苏清染，仗着皇后撑腰，隔三差五便以教导宫规为由，召苏清染入宫，实则百般折磨羞辱。苏清染无力反抗，心中恨意渐深。每次入宫前，他所穿衣物、所用之物，皆被周令瑶暗中用麝香熏染浸泡。周令瑶若不是这般针对他，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。没过多久，换季风寒，周令瑶偶感风寒，竟意外流产了。太医诊治后说，她体内含有大量麝香，导致胎相不稳，可始终查不出麝香来源。与此同时，在病中尝尽世态炎凉，唯有我不离不弃，日夜悉心照料的李允昭，竟有了转机。太医院的小太医翻阅古籍后，对我和李允昭说：“殿下所中之毒，唯有至亲之人以血换血，方能解毒保命。陛下万金之躯，不可冒险。”我的一双儿女哭着跪在李允昭床前，齐声说道：“爹，我愿意！”李允昭看着儿女泪如雨下，突然癫狂大笑起来：“我的好孩子，我的好孩子！”小太医的话半真半假，
本就是我授意他这般说的。我看着儿子，温柔地拿起匕首，在他手臂上轻轻划了一道。我柔声安慰他：孩子，这道伤口不是伤痕，是你权力的象征，是你光明未来的印记。这道伤疤越深，你父皇便会永远铭记今日之事，铭记你的付出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人。李允昭痊愈那日，周家便将失了孩子，身子虚弱的周令瑶送回了太子府。他脸色惨白，虚弱地喊了一声：表哥。李允昭面无表情，沉默以对。自此，周令瑶与苏清远再无任何威胁。李允昭登基为帝那日，册封我儿为太子，我女为长公主，尊我为皇后。而周令瑶的位分却迟迟未定。太后所居宫殿破败，从未修缮。周家的门生故吏接连被贬官流放，势力一落千丈。周令瑶最终病死于冷宫之中。他离世那日，我去看过他，他看着我，眼中满是不甘与疑惑，虚弱地问：我出身名门，身份尊贵，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？我沉默不语，转身离去。为何？因为他不该为了争夺太子侧妃之位，三番五次暗中谋害我儿子，妄图为自己是尚未出世的孩子扫清障碍。他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惹一位母亲，更不该试图伤害我的孩子。他的结局死不足惜。周令瑶死后，苏清源再无任何利用价值，兄长不再压制谢岭川，任由他将苏清渊的罪行上奏朝廷。最终，苏清渊被打入天牢，第3年彻底疯癫。他整日疯疯癫癫，口中反复念叨着：我是女主角，我是天命所归。可笑至极。天命从来不是上天注定，自己的命运从来都掌握在自己手中。